乌克兰公布胜利计划，试图明年结束战争。乌军收复哈尔科夫和托列茨克失地 ，ATACMS 集束弹摧毁俄军训练场。乌军重启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美国宣布一项价值4.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澳大利亚援乌49辆 M1A1 坦克。精彩资讯即将开始。10月16日，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交了胜利计划，并得到乌克兰议会全体议员的赞成。他强调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个计划。据悉，该胜利计划包括5点和3个秘密附录，全部是乌克兰如何在2025年底前赢得胜利的内容。其中第1点是立即、现在、马上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第2点是欧美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和援助，并将战场转向俄罗斯领土，包括但不限于装备乌克兰旅、与乌克兰情报共享等，内含1个秘密附录。第3点是遏制俄罗斯的侵略，同样内含1个秘密附录。乌克兰提议在其领土上部署一套全面的非核威慑方案，以遏制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第4点是欧美对乌克兰战略和经济增长的投资，包括1个秘密附录，规定了与合作伙伴达成协议。第5点针对战后时期及乌克兰建议在战争结束后，用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乌克兰军队取代目前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命运与其在波罗的海、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邻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乌克兰和盟友应共同努力改变现状，结束战争，让俄罗斯被迫走向和平。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是胜利而非投降。对于乌克兰胜利计划，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评论称，这份计划将导致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人。显然，俄罗斯对乌克兰胜利计划很不满意，乌俄之间将持续战斗下去，而这也将让出现人员短缺的俄罗斯面临更大的困境。乌军的反击越发激烈，在哈尔科夫，据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16日报告显示，其麾下的乌军清理了利普奇以北400公顷的森林区域。在行动中 ，GUR 部队摧毁了3个俄军摩托化步枪营，以及俄军第7摩托化步枪团和风暴分队的1个侦察连。目前，乌军对俄军的清扫还在进行中。此外，据 ISW 报道，乌军还在1个未知名区域与俄军发生阵地战，最终战斗以乌军摧毁3辆俄军装甲车获胜。在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县沿线，科皮斯尼基夫卡和克鲁格利亚基夫卡的阵地战仍在持续。乌军利用火炮和无人机数次将俄军阻拦在科皮斯尼基夫卡南郊田野和克鲁格利亚基夫卡东部防风林。往南走，在涅夫西克方向，为了防止俄军合围，乌军正在涅夫西克北部阻止俄军第59坦克团和第283摩托化步枪往北推进。在马基伊夫卡阻止俄军第237坦克团和第252摩托化步枪团往南推进。在克里米纳方向，据乌军观察员马绍维茨表示，当地俄军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武器装备，目前行动尚不明显，但他还表示，俄军正在为强攻热列别齐河西岸做准备。据悉，俄军正在此地组建10到12辆装甲车的突击连队。在顿涅茨克，乌军在塞弗尔斯克、托列茨克、恰索菲尔等地均击退了俄军大规模的机械化攻势。如乌军第12旅在托列茨克市区和纽约村发动新反攻，有消息称乌军已向前推进了1公里。在红军村方向，西里杜河的战斗最为激烈。稍早时候，一支俄军部队试图绕道米哈伊里夫卡的1个废料堆偷袭萨里多夫，结果俄军刚从废料堆上下来，就遭到乌军 FPV 无人机和大炮的联合打击，死伤殆尽。在库拉霍沃方向，乌军第79空突旅击退了俄军至少1次排级规模的突击。同时，乌军第109独立领土防御旅则继续摧毁俄罗斯后勤，战线暂无变化。在扎波罗热地区，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针对这里的俄军训练场进行1次联合突袭。据悉，乌军首先派出无人机进行侦察，等侦察完毕后，随即启动海马斯系统，向该训练基地发射了 ATACMS 集束导弹。报道称，袭击发生时，该基地内正有一群刚入伍的俄罗斯新兵在进行实弹训练。在被乌军导弹击中后，这块训练基地已经多处爆炸起火，想来损失不会小。详细数据有待进一步披露。同时，这场行动也再次证明了乌军无人机加导弹的综合战术正在发挥巨大作用。而且在其他方向的反击中，乌军还主动使用装有铝热炸弹的龙式无人机，向俄军阵地倾泻2400多度的熔金属，同时使用改装的 FPV 无人机成功拦截俄军侦察机。可见，无人机作战创新已成为乌俄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恶劣天气已经开始影响战场前线的行动。
如据俄方消息称，红军村不断恶化的天气状况减缓了该地区的战斗节奏，又或是扎波罗热州的雨天淹没了俄军战壕，俄军轮式车辆无法按时向前线运送炮弹和补给。同样的恶劣天气也正在减缓库尔斯克的战斗。一名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士兵报告称，下雨导致道路泥泞，使库尔斯克州双方的作战行动复杂化，俄军越来越依赖火炮作战。一位前俄罗斯风暴贼教官也声称，俄军在乌军突出部西北翼的推进已经停滞不前。目前，据10月16日的战役地图显示，在克里涅沃东南方向，乌军将俄军阻止在柳比莫夫卡、新伊瓦诺夫卡西部以及克鲁格伦科西北的田野中。在奥尔戈夫卡，乌军仍控制着该城镇，俄军则以无人机袭击为主，近期发动了数次试探性进攻。在格鲁史科夫斯基区，16日的战报显示，双方也仅是进行有限的阵地交战，均未取得确认的进展。倒是上期提到的俄军违反布置的龙牙反坦克系统遭到了拆除。此外，乌军重新开启了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据开源情报报道，10月16日夜间，乌军无人机率先打击了俄罗斯库班河畔的斯拉夫扬斯克，之后又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马里扬斯卡亚村，两地现场均有明显的起火爆炸痕迹。俄罗斯消防员正在前往救火，目前还无法确认乌军击中了哪些大的目标，消息有待进一步披露。据乌克兰联合空军战略司令部10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乌军造成俄军死伤有了明显的增加，再次达到了1450人的高位，人员、火炮、装甲车的损失也在持续走高。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16日与泽连斯基通话后，宣布了一项价值4.25亿美元的乌克兰新军事援助计划。据悉，该一揽子计划将包括额外的 NAS-AMS 导弹、IM-7 导弹、毒刺防空导弹、HIMARS 导弹、155毫米和105毫米火炮弹药等装备。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交付。同一天，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49辆 M1A1 坦克，作为对乌克兰价值2.45亿澳元的新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荷兰首相绍夫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峰会上表示，明年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和必要的一切支持。俄罗斯第11空降旅正在组建的由朝鲜公民组成的3000人营。乌克兰媒体援引匿名军事情报来源报道称，俄罗斯可能会将其部署到库尔斯克州的防御行动中。此外，报道还称，俄军队目前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训练超过1万名朝鲜士兵，并准备将其中一些人转移到乌克兰附近的边境地区，以便腾出俄罗斯军事人员进行轮换。但目前没有证据。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16日表示，北约没有关于朝鲜军队在乌克兰作战的明确信息。韩国国防部也于10月16日表示，正在密切监测朝鲜军队，直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的迹象，并正在与乌克兰情报部门协调。后续消息，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西部的能源大省胡泽斯坦发生火灾事故，当地的舒什塔尔炼油厂被点燃。从现场披露的画面看，火灾规模相当大。截至目前，大火已导致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伊朗官方媒体随后也进行了报道，承认炼油厂失火，但其强调是油罐车技术故障撞上厂区内设备导致的火灾。火力军忽然发现，伊朗和俄罗斯一样，都是技术障碍频发的国度。以色列方面也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他们对伊朗的反击计划确实已经提上了日程。如据彭博社的报道，有至少7架运输机抵达以色列南部地区，显示以军正在进行人员和装备调配。10月16日，美国国会山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亿万富翁 SpaceX 首席执行马斯克在过去3个月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分别捐款1500万美元、3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合计7500万美元。而该委员会是支持特朗普的。有趣的是，2024年3月，马斯克曾表示他不会为任何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款。之后，马斯克还否认了关于他向特朗普团队捐款7500万美元助选的报道。但如今看来，马斯克压住特朗普重返白宫，并为其公开助选，已表明了其态度。根据路透社10月18日报道，俄罗斯正在特维尔州进行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战备演习。该导弹可以部署在发射井中或移动发射器上，射程11000公里，并且能够携带多个核弹头。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这次演习时间值得推敲，因为此时北约正在进行大号为坚定正午的大规模演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公布了胜利计划。另外，俄罗斯今年已进行过多次核演习，
例如前段时间发射失败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其多次核演习的目的很可能只是威慑欧美国家，使其不要深度介入乌俄战争。根据中时新闻网10月18日报道，大国为了控制国家预算赤字，准备将明年的国防预算从今年的472.3亿欧元提高到505.4亿欧元。其国防部长雷卡尔尼表示，这些预算将包括采购新一代航空母舰、增加弹药支出、提升太空预算以及情报搜集和网络安全等各个方面。其中，新一代航空母舰将取代现役的戴高乐号，威尔其成本约在100亿欧元左右，预计服役时间为2038年。增加弹药支出方面，法国计划投入19亿欧元，用于采购流星导弹、西北风导弹、紫苑导弹、暴风鹰导弹、飞鱼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同时，法国还计划将核威慑预算增加8%，主要用于研发M51潜射弹道导弹和 A-10 4G 高超音速导弹。非核武的大型武器预算增加到106亿欧元，太空预算增加到8.7亿欧元，机器人和无人机预算增加到4.5亿欧元，人工智能领域预算增加到3亿欧元。就连法国与意大利共同开发的新型防空系统的预算也将增加至5亿欧元。另外，法国明年交付的军备包括14架阵风战斗机、2架红客 A400 运输机、1艘护卫舰、308辆蝎子计划的装甲车、飞机21辆翻新的雷克勒尔主战坦克。法国目标是在2027年具备部署2个旅的远征能力，并在2030年能够部署1个军团。根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宇航环境公司于10月16日在美国陆军协会上展示了一款新型无人机，名为 P550， 其机身长约 2.7 米，翼展约 5.2 米，有效载荷 6.8 公斤，最大起飞重量25公斤，采用高度模块化的电池供电设计，单次充电续航时间可达5小时，可用于执行侦察敌军动态、绘制地图、寻找目标等任务，并能将即时信息传回指挥中心，以进行下一步的部署行动。另外，按照宇航公司的说法， P550 无人机可与各种无线电系统、地面控制站兼容，因此其能够轻松整合最新科技，有利于延长使用寿命。而且其还具备垂直起降功能，并可搭载响尾蛇 GPS 导引弹药进行攻击任务。同时，其还拥有自动目标识别和分类功能，可大幅减轻士兵的工作负担。但即使在恶劣的电子干扰环境下，也能够储存数据，确保情报收集的完整性。目前 P550 无人机已开始进行飞行测试，美国陆军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选定2家供应商对其进行深化设计，并预计于2027财年开始采购，采购的数量可能会超过600架。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于10月18日对外宣称，已在边境附近的高城郡使用天5多管火箭炮进行了实弹演习，成功打击了距离海岸17公里的目标。根据日本媒体报道，10月16日，在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上，三菱重工展示了2种战斗支援无人机的概念模型。外种无人机内部安装有先进雷达，并可携带武器，可直接参与空战、截击等任务，而且在任务结束后，还可自行返回以便重复使用。另一种无人机在外形上酷似隐身巡航导弹，机身上还涂有 ARMDC-20X 样 TIOARMDC 的意思为成本可负担的快速圆形导弹无人机概念。20表示类型序号 ，X 表示正在研发中。机头下方安装有与 F-35战机光电瞄准系统类似的光学窗口，显示其可能主要用于侦察等任务。另外，按照三菱重工的说法，明年将首次进行无人机搭载人工智能的飞行测试，但并未详细说明测试无人机的具体型号。不过有媒体表示，预计在2035年，英意日3国联合研制的下一代战斗机投入使用时，这些展出的概念无人机将会与新型战斗机协同作战。根据韩联社10月16日报道，由于近期半岛局势日益紧张，再加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朝鲜已向俄罗斯派兵。对此，美日韩副外长在首尔举行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多国组织，名为跨国制裁监测小组，专门监控对朝鲜制裁的落实情况。根据自由时报10月18日报道，美军正在调整 F-16飞行员培训计划，将着重训练较为年轻的飞行员。
这项决定可能会使乌克兰 F-16机队计划延后。至于美军为何进行此项调整，外特斯的理由是，最初受训的乌克兰飞行员大多都具备多年前苏联时期战斗机的经验，在此能够跳过基本的飞行训练，可直接对 F-16进行实操演练。但也正因以前的经验所致，这些飞行员对 F-16的操作并不习惯。反观新增的年轻飞行员，尽管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进行基础训练，但更能够接受欧美国家的训练方式，对驾驶 F-16的适应性也更强。另外，美国空军通常要花2年时间才能完成飞行员的训练，之后还要再经过几个月实训测试才能够正式投入实际任务。而乌克兰由于需要抵御俄罗斯入侵，其 F-16飞行员的训练时长被压缩到仅有6至9个月。即便在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帮助下，乌克兰最快也要等到明年春季或夏季，还可能拥有一支完整编制的 F-16机队。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段时间以来，已有多架无人机成功突破以色列防空体系，导致该国遭受不小的损失。再加上其正在多线作战，面临巨大的战争压力。为避免再次出现无人机入侵事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南部地区主持了一场反无人机技术竞赛，参与者包括埃尔比特公司、拉斐尔公司等。沃扎尔星球能够拦截无人机的新技术，以应对各个战线的无人机。根据法新社10月16日报道，法国将禁止以色列企业参加即将举行的海军贸易展览会。媒体表示，这已经不是法国第一次禁止以色列企业参加类似的展会。在此前，法国禁止以色列企业参加一个军事贸易战，理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时正呼吁以色列在加沙停火，而以色列作为交战方，该国的企业已经不具备参战资格。或许是因为这是法国第2次禁止以色列参加展会，以色列很快就进行了回应。该国国防部长加兰特在 X 平台上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强烈的语言抨击。根据美联社报道，10月16日，德国西部一所消防局发生火灾，由于火势过于猛烈，所有的消防设备全都被烧毁，包括12辆消防车等，损失预估超过2000万欧元。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第一时间展开调查，拍摄显示起火点是一辆装有锂电池、配备外部充电装置的消防车，而导致起火后火势迅速蔓延的根本原因，为该是因为该消防局没有安装消防报警器。根据中时新闻网10月18日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于近日在夏威夷举行了联合太平洋跨国战备中心演练。而此次演习的重点旨在训练士兵如何在丛林的热带环境下保持隐蔽，并进行必要的夜间作战。为此，在这次演习过程中，美军执行了模拟远程海上空中突击任务，约300名士兵趁午夜时飞行了近322公里，以夺取一座机场。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司令伊凡斯表示，之所以要进行此类丛林作战的夜间行动，主要是因为士兵在夜间的行动较难被发现，从而更容易完成作战任务。不过他也表示，乌俄战争已对充分证明，战场上的传感器和信号情报系统，如配备能热成像扫描敌人的无人机等，都能克制部队的夜间行动。因此，美军也在运用技术手段来尝试干扰这些情报系统。根据路透社10月16日报道，北约各国国防部长将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商讨如何制定统一的弹药标准，并要求北约秘书长吕特给出对整个标准化过程如何进行现代化升级的提案。同时，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在内的大约10个盟国也将会签署一份特别针对推动火炮弹药标准化进程的意向书。外，北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该组织之所以要统一弹药标准，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乌俄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对弹药的消耗速度远超盟国的生产速度，那促使欧美国家一直忙于提高弹药产量，而忽视了弹药的型号尺寸，导致偶尔会出现弹药和发射装置不匹配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尽管北约对火炮弹药确实有一套执行标准，但其要求并不严格，很大程度上属于自愿行为，这就导致北约各国基本上都在生产各自的弹药，最终导致弹药类型过多，整个市场被严重割裂，经常会出现各种供应问题。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胜利计划何时会实现？难点又在哪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